OK，我们开始录影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心灵道语，我是佳音。相信大家都是看到标题点进来的，所以知道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那我很荣幸也很兴奋，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位朋友。因为他刚好这2天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振奋的消息。我说我们是指就是我们一起做 T 细胞的群组。好，那我就先让来宾来打个招呼，然后跟大家介绍他自己。丽珍姐，你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丽珍，住在彰化，台湾的彰化西湖。OK，好，大家可以看到丽珍姐的笑容哦，就是非常的真诚温暖。那我跟丽珍姐认识应该才2、3个月吧，对不对？我们对认识大概从你开始做 T 细胞操开始，对不对？对，所以大家应该已经知道，就是丽珍姐是乳癌的病患，可不可以请你稍微简单讲一下你这个罹癌的过程，还有你接受了哪些治疗？这样。我是102年确定乳癌，然后有做开刀、淋巴切除，然后14颗中了11颗，然后有做8次化疗，25次的放射线治疗。因为我是 HO2 阳性，2阳1阴，当时说标靶我的检体不能接受，所以就没有做标靶。是 OK， 103就做完了所有的疗程，吃泰莫西芬的药物，然后OK， 109复发，有3颗转移到骨头，这个关节腰部的关节2颗，然后椎间盘1颗，有3颗的那个复发。医生建议我要吃化疗的药物，然后打标靶的针，这样的疗程。然后我有请问医生说，那我这样的疗程是要做多久？他说我是需要终身治疗的，因为我102的时候就判读为3期，现在复发就是4期。医生说我是癌末，所以我要终身做治疗。了解。相信那时候你听到这个讯息，一定觉得打击很大吧？对，嗯因为我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是要练习面对死亡，如何嗯，让自己很安静的来接受这样子的面临，然后放下一切。现在虽然你这样轻描淡写的讲，可是我相信真正在那时候的你是不容易的吧？就是对任何人来讲，要面临就是要去学习面对死亡，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所以我很努力。嗯，所以我听到一个是你试着要接受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放弃所有可能让自己变好的机会，是这样吗？对，因为医生跟我说，我总是觉得说，如果我努力接受医疗，我不要让自己太痛。我那时候的嗯想，医生跟我讲说，我可能会把我的癌细胞会吃掉我的骨头，会伤到我的神经，然后嗯也可能再转移复发别的位置。我的嗯想法，我就是一直跟老公、跟我先生讨论说，我现在最大的努力就是不要让它再复发别的地方，也不要让自嗯，己很痛。如果是能够这样子很平顺的话，所以我要接受这个治疗，这个字说我要抑没有听到。制这样的病情，就是把它保 OK，持住这控样。制住，了解。所以你是带着不要让自己太痛对苦的这种心态，然后你接受医生安排所有的治疗。对所以从109年的4月，你发现复发，然后就开始接受你说口服的化疗，对不对？对对，然后还有打针，1个月打1次的针嘛，就是这样子进对，行了多久？1年多了。
年多了，1年多了。那这中间你回去定期都会回去做检查，那检查报告通常都是怎么样？前几次医生都是说保持这样啊，然后这次回去检查就跟我说我的癌细胞没有了，已经转为良性了。哇，真的是太棒了！我当然不是现在才听到这个消息，是我们昨天读书会里面丽珍姐就分享了，然后刚刚是台湾场的 T 细胞运动，我们又邀请丽珍姐分享一次，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很被感动，所以我就算是很临时的请丽珍姐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可以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那我们也录影了，其实现在是同时在 Zoom 上面用影像也录影这样。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动是一来是因为我知道丽珍姐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可以这么的不同的一个结果，跟以往都不一样，然后医生说是没有癌细胞，已经都转为良性了，这真的是很大的改变。那这段时间你做了哪些事情跟哪些努力？很认真的、很用心的做 T 细胞，然后谢谢方医师还有佳音他们的指导，还有众姐妹的陪伴。我们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都在线上做 T 细胞，然后我做 T 细胞的时候就会一直感谢我的身体，然后让身体 T 细胞复活，然后去运作，因为我知道是一个生化工厂。如果 T 细胞复活的，我们这个生化工厂就可以让我们增强免疫力，去辨别好细胞跟坏细胞。对，然后又参加了读书会，读书会我们有读到一本《创造生命的奇迹》，我在读书会里面我就有做很多的练习，不管是静心冥想还是对着镜子练习，我都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生病这件事了，然后每天有空就告诉自己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改变。那作者有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方法，我们只知道我们要改变，上天就会连结，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需要改变，我要过一个健康、轻松、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信念改变了，然后饮食也改变了，然后饮食就是这些姐妹们有介绍，佳音有介绍我们听癌症关怀基金会，那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师会告诉我们怎么吃，然后就改变饮食，做了 T 细胞，然后读书会，我的信念改变，就转化了。是真的是转化一种提升，而且其实丽珍姐在生病之前是不是也上了不少的心灵成长有关的课程？我好像听你分享过。哦，那只有一个课程，知见心理学，那个是我没有罹癌的时候。OK，知我那见心理学。时候去上心理学，因为我觉得以前我的人生一直在找答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结果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我们都不用答案，因为我们只是信念创造我们的生命，创造我们的人生过程。那既然有这么简单，只要信念改变，我们生活就可以改变。那我就是为今天努力的来改变我的信念，就是未来我的日子就是会不一样。所以我就照着作者的书上写的这个想法来做。好，所以刚刚丽珍姐提到身心灵基本上3个不同的层面你都照顾到了。身体的部分，除了每天做 T 细胞操，对不对？半小时，而且你很认真，你在做操的时候，你有分享，方医师常提醒我们要头顶百会，你就真的很认真的把身体往上顶，因此好像还长高了1公分，对吗？对，我在做 T 细胞间，我长高了1公分，然后又瘦了5公斤。哇，太棒了！
就是不知不觉，你没有刻意要减重嘛，对不对？哎，完全不知道。所以又长高又变瘦是附加价值，但是最重要的是癌细胞消失了。对对。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听众朋友很好奇，你具体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除了 T 细胞操，我先问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做运动很好，包括我自己在内，T 细胞操我接触了好几年。说实话，我没有像你这么的认真，每天做。就之前我去年有做过一阵子，但是我现在后来我一忙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但是我知道你是很认真的每天做，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愿意每天花时间来做这个运动？因为我91年的时候右髋关节换人工的，所以我有试过做和操，还是练太极拳，还是去走路、爬山。可是我一动，我的髋关节就发炎，然后又要治疗，所以我很多运动都是不能做。然后我也知道我不是很健康，就是因为身体缺氧，因为我没有很多运动，然后髋关节没有办法走得很勤。我的好朋友乔玲，那个九令啊，他就介绍我认识这个 T 细胞的团体，然后我做了 T 细胞以后，我觉得我身体有氧，然有后我的氧气了。关节都有在动。嗯，方医师说，我们 T 细胞就是15铁药，每一铁都是药。那我发觉我做是每一铁药对我来讲，脸都会红，身体都微微发汗。那我就觉得好感恩哦，因为我是一个不能运动的人，然后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运动，我就好感恩哦。所以这个 T 细胞就改善我很多，对我来讲会比较大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运动，这样真的是很感恩。你好像上次分享时有提到说，你原本也是腰的部分哪里有肿胀还是会疼痛，也是做了 T 细胞操之后改善的，那是什么部分？我做 T 细胞改善了坐骨神经痛，因为我那个癌细胞就在腰这里，然后我因为不能运动，我有长期就坐着的时候，这个坐骨神经啊都会被压迫，然后被压迫了就会有坐骨神经痛，然后加上我的打针都打屁股，有时候它就是油性的嘛，它都是一粒一粒、一块一块、一粒一粒的，然后对对，有压迫到神经，然后我有一阵子就是不能走，然后腰很酸痛，然后那个细胞之前我的血红素啊，还有白血球啊，还血小板都比较低下，然后我平常血压也很低的人，所以我就会头晕啊，然后会四肢无力啊，然后这个放射线治疗，这个脖子也痛啊。然后做完 T 细胞，刚开始的时候做完马上要躺着，那时候刚开始做，这里也很痛，然后腰也很痛，就全身都很累。克服这1个月以后，就慢慢好了，就每天做，就越来越好，这样子。所以那个不舒服的症状其实持续了1个月，可是你一直还是有信心继续做，这信心是来自于哪里？有信心继续做。对，为什么你会有信心？因为有些人痛，他就会觉得，这可能这个不适合我。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愿意继续试？这是我的好奇。因为方医师会跟我们解答。OK。当你遇到瓶颈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还是疼痛的时候，方医师会一直精神的支柱，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舒服是为什么？然后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很多，你做这个动作，我就有动力，就有信心说，我只要撑过去这个不舒服，我就会更好。是，我想主要也是因为你有提问，因为有些人很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他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无从解答。可是你都会
提出说，哎，为什么我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所以方医师就有机会跟你说明，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你需要先敞开自己，才有机会听到这些回应，这样子。好，所以身体的部分 T 细胞操很重要的一个然后你刚刚提到饮食，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的饮食改变成什么样子吗？你现在都怎么吃3餐？